我他妈的惊了，这好像是昨天带我来的那辆车吧？哎呦操，又是这种巴士，我今天一定要找个好位置。这巴士坐的贼难受，就是它很小，对，应该就是昨天带我来的那辆。它虽然是奔驰，但是它很小，司机还没来。对面就是保加利亚的国境了。你看这茫茫的大雪和雾，我从冰岛之后已经很久没有碰到雪，这是真的很冷啊！而且这种灰蒙蒙的感觉还挺好的，我就很喜欢这种比较空灵的感觉，迷幻。这个边检竟然在1100多米的高山上，因为这边都是山路啊。从一个山的进入到另一个国家，其实还蛮神奇的。因为我们在那个边境待了太久时间，大家都冻死了。然后刚才是司机说我们下一站直接到索菲亚，就中间不停了，然后大家这边就换了虽然已经到城市里面，但是它只有6度，雾气超大的。重回深根区，终于可以刷卡上公交了。这辆车真的是相当高级，感觉像是欧盟区加入后新造的统一规格的交通工具。酒足饭饱，现在我要去对，现在我要去一个教堂，是教堂吗？是的，东正教堂，应该算是世界上比较大的几个东正教堂。保加利亚呢，就是一个东正教比较繁盛的国家，然后东正教呢是属于基督教的一大分支吧，东正教，然后主要是在就是东欧巴尔干，包括俄罗斯这边，然后还有天主教加上新教，这3个主要分支组成了大家熟知的基督教。那我们就去看一眼那个教堂好了。走过去不是很远，现在我们在那个索菲亚的市中心，有点滴滴答答的，不知道是下雨还是什么雪融化，因为刚才不是一路来都是雪。不过这边真的是繁华多了超过贝尔格莱德，对，它是现在巴尔干这个区里面我来过最繁华的地方。虽然建筑样式呢还是比较偏向斯拉夫，但是它的风格，就是整个繁华度或许什么的，其实我觉得跟布达佩斯也没什么差别，甚至它更整洁，就路比较窄，稍微来说，因为它的城市其实不是很大，机场离这儿大概只有2公里吧，不是乱说了，5公里、6公里吧，反正不是很远。我看，保加利亚在今年的3月份加入欧盟以后呢，就是各种品牌啊和外资开始进入，那当然之前可能已经有蛮多的了，现在只是更加的变成了一个很好的，因为它本来就占据了一个主干的交通要道吧，很重要在地理位置上。那就是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各种各样的品牌，国际性大品牌，就是有你想不到的，甚至对我也蛮惊讶的，就是有一些品牌其实不是很多间，但它在保加利亚有，都是国际大牌哦。刚才我们看的公交站牌温度只有6度，现在已经只剩下4度，到晚上可能只有2度、2-3度吧，非常的冷。我不知道这一块其实它的纬度并不高，所以为什么它会那么冷呢？是山区和气候吧，我想应该主要问题。OK， 好像快到了。这边是国家艺术画廊，一些比较这叫什么样式的建筑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个地方还挺气势宏伟的，好大一个建筑啊！这叫圣乔治教堂。sorry， 不是，这个是一个政府机构，叫什么 ？National Spur， 不知道是什么政府机构，应该是市政厅之类的。又看到了厘米和
另外一个牌子的共享车、共享滑板。那它这块其实你就可以看到，虽然它还在巴尔干地区，而且它的位置是被塞尔维亚包括剩下一些国家隔开的，离别的欧盟区，但是它完全是在向欧盟靠拢的状态，很好，挺好的一个地方。而且保加利亚它首先地理位置重要，然后它的面积也不小。那它主要的那个产业还是轻工业和农业为主。对主要大国没有威胁，占据重要地理位置，然后态度又比较亲和的一个国家，肯定会成为接下去各个资本一个比较好的避风港和投资的一个。对，就跟塞尔维亚稍微有点像，但塞尔维亚懂得有点激进了。在亚洲来说呢，就是新加坡，当年是香港，现在变成了新加坡。好冷啊！我手都不好拿在外面太久。其实呢，我觉得保加利亚索菲亚的城市规划还是蛮好的。哎呀，就这个城市挺漂亮的，有很多绿化穿插在市中心。当然可能跟它人口不多也有关系吧。这是谁的雕像？2004年去世。这个公园有点像卢森堡的反而。这个树好大，这是梧桐吧？好大的，绿草黄树叶映衬得非常的漂亮，然后还有一些红色和黄色的建筑，整体看起来非常的舒服，很安静，而且这个地方虽然它在市中心。明天呢，我就要去雅典了，接着就会去圣托里尼，然后把温度又提高回来。雅典之后呢是希腊之后呢是意大利，意大利米兰可能会冷那么一丢丢，但是也不会特别。接下去罗马也不会冷。对，我在意大利可能要待10多天，以后去巴塞罗那，接着我要去北非的摩洛哥。摩洛哥之后呢，又回到里斯本，是这样的一个行程。然后我的欧洲部分就全部结束了。接下去就不会特别的冷。总体来说，除了去撒哈拉沙漠，晚上如果出去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冷，和跨过大西洋后的纽约那是爆冷。不知道纽约有没有下雪的时候。我觉得我这一套穿到纽约可能真的是有点冷，要去纽约买点衣服的。我好像已经不用走过去了，就看到了前面那个比较大的建筑，它就是我们要去的，这叫什么来着？索菲亚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主教堂座堂，主要座堂，我每次会念反，那也没那么重要吧。确实挺大的，而且一看就很像是圣彼得堡啊，或是俄罗斯式的那种建筑物。东正教就是这样，它只是没有那么鲜艳嘛。东正教的教义呢，就是偏传统保守一些吧，他们在一些祈祷啊和一些礼拜的部分会做得非常的怎么说呢？现在来说有点繁琐，就很 traditional 吧，我只能说，对，挺好看的。我看到一个相机市集，应该是20的，我去看一眼。Really？ 哦，好多中华服啊，还有很多徽章。哇，这边也是有好多徽章和手表。那么冷天还出来摆摊。哦，这边也是好多相机，看一眼。都是胶片。一些中华服，还有路来、雅西卡，还有一些望远镜，感觉都是什么2战留下来的产物。没有，当然不可能。2战的时候胶卷还没有那么那个。
啊，应该说是他们那个南斯拉夫解散时候留下来的产物，有点像了。近看这个教堂就是很大，上面一个耶稣的金色的画像，它顶也是金色的，有3个金顶，而且它很对称啊。中国人就超爱对称的嘛，就感觉很舒服。总结一下我的巴尔干之行吧，应该来说，我觉得最漂亮的是。不算路上的话，我觉得最漂亮的是黑山，那肯定毋庸置疑。那最物价最低的是刚刚过去的北马其顿，那个物价是确实蛮低的。但是你要说低嘛，肯定我觉得还是比中国要高一点的，这个没办法。对，然后最繁华的部分应该就是这儿吧，索菲亚和。贝尔格莱德都还挺繁华，但是索菲亚更加。而最友善的，我觉得也是北马其顿人。对，还有个阿尔及利亚，我都差点忘记了。阿尔及利亚这个地方，我真的有点喜欢不来，虽然他们颜值很高，但是很难评。下一个总结来说的话，我觉得。巴尔干半岛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你最好是真的能自驾一圈，那些漂亮的地方都在路上。像今天来的路上，像之前去波黑的路上，去黑山科托尔的路上，都是很漂亮的。就如果你能自驾的话，我觉得能体验到完全不同的感受，就未必是城市嘛。城市我已经带大家看了，其实大差不差吧，就是这样。而且跟你的来的温度也有关系。像现在我说科托尔，我们就下不了水的嘛，超冷的。就我去坐那个船，我都已经冻得要死。对，所以大家量力而行。当然，我觉得这些地方，因为它对中国来说，主要还是一个免签的情况下吧，很多国家就方便进出。那保加利亚当然是不可能的喽，那个是它已经加入欧盟，需要申根签。中间还有个杜布罗夫尼克，就是克罗地亚，它其实也很漂亮。我觉得克罗地亚确实是最漂亮的，但是它虽然是巴尔干半岛，但是那它终归是需要申根签的。我想很多人也不会来巴尔干半岛这些免签国家玩的时候，顺便为了克罗地亚一定去申一个申根签。我觉得会比较少的人做这件事儿吧。那如果做了，可能一般都是法签什么的顺便的，但是顺便一般又不会。特地去克罗地亚是不是？就是巴尔干半岛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可以完全的旅游，但是对旅行者来说呢，我觉得它真的只是一个顺便经过的地方。这里有蛮多画在墙壁上的涂鸦，当然还有电线杆什么的，很漂亮。我觉得，因为可能是我做平面设计的关系吧，所以就看到这些会比较敏感。颜色运用啊，字体大小啊，包括那个结构啊，我觉得就我看到好的涂鸦都会拍一下。因为外面实在太冷了，然后就找到这唯一家台湾珍珠奶茶吧，应该是 Cheta。这个牌子是台湾新竹县的品牌。那在东京最早的时候。Coco 和贡茶都没有入驻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就只能喝这个 Cheta， 味道还是比较标准的。但后来有很多茶饮品牌可以代替以后，就相对比较少会去喝这个。在剑桥我们也看到了它，还挺便宜的，在这儿喝。因为我觉得去了希腊以后，包括接下去的申根国以后，物价应该都不会太低。虽然南边会稍微便宜一点，像里斯本这种，但是我觉得也不会比这儿便宜。没想到负一层下去还有个铁道，就是我刚才看到的我们桥洞的那个位置，这里竟然还有，我都不敢相信。车和轨道是在一起的，然后刚才我找了半天，我就站在那上面，就怎么都没轨道，我在想怎么回事，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结构在。这还蛮有意思的。我要坐的呢就是9号线，
你看它公交站每一辆车站数都不算特别多，不知道他等会儿会过来怎么样的车，应该是很老的那种。猜错了，其实就是我刚才来的那种新车，老车正在被替代。塞尔维亚、贝尔格莱德那种老车其实也是有看到的，我来的时候。这里呢就是我住的街区了，这次的 apartment 就在这儿，非常的安静，感觉是比之前的所有住过的居民区更居民区，甚至你会觉得这些上面是有人住的吗？其实都有。对，就是这个 Vesto Park， 还不错，我已经上去过了。这是一个纯自住式的公寓，然后没有人在里面。当然，看这儿有写亲爱的牌什么的。我看能不能刷卡刷出去，因为我已经拿到卡了。那这个的密码是3877吧？记错了，等一下让我看一下。1 minute， 3785，年纪大了就是这样的，数字记太多了。然后进来的时候呢，他是把钥匙放在这边的，那我刚才已经取了，所以就直接上去就好。这次运气很好，它是房间叫 Classical 22，然后跟我的生日是一样的。他是不是可能看到我的生日，所以就故意有这种可能性？我只能说22。给大家看一眼我的房间吧。是这样子一个，这边有3个房间 ，A2 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可能更高级，或许普普通通，我不知道。旁边那个写的 comfortable， 这是 classical。这个床其实挺大的，然后卫生间也挺大的，我觉得是还蛮舒服的，都有。那空调也很给力，重点是这儿的网速是我目前为止碰到过最快的网速。除了北欧那几个地方以外，接下去的那几个月我都没有碰到过比这网速更快的，咻咻咻。那好了，大家，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，浅逛一下索菲亚这个城市，然后明天我就去希腊了。那本来应该是从那边进入申根区才正式回到申根国，但现在保加利亚既然已经加入了的话，那保加利亚其实就算是对。那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明天就可以去地中海了。拜，喜欢的朋友可以一键3连啦！